找到了旅行社，邀您共赏笑年出发吧。佳佳哥哥，哎，小顺，我今天带你来呢，全台湾最长的一条路，就是从万里到八里这条路，总共10008里。淡水，然后基隆中间嘛。对，今天呢，我们来到金山，我要带你去一条呢非常古老的鱼路。以前呢，因为这边交通比较不发达，是很多他们捕获的鱼货就会慢慢挑到阳明山上，再交给那边的鱼贩带去台北，可以卖给北投啦、士林这边的人吃。待会呢，带你去吃一下渔村的很老的味道的海味。海鲜料理喽。现在刚好是万里蟹季节，肉很饱满，最好吃的时候。哇塞，这个特别香哦，这个超提味的。该不会很刚好你要送给我们一点？啊，有，无巧不成书。我们今天经过金山老街，我带你去找一个非常坚强的阿嬷。她从年轻开始就做那手做的伴手礼，养活一家子人。太期待了，太期待了。哦，这个是2点，这个我两点。然后带你去一个200多年的一个老建筑物里面去喝咖啡，一边品尝他们的这些历史，我还会带你去一个渔港，整个渔港里面哦，大家火气都蛮大的，因为底色不好的，所以待会去到那边，你就能按部就班，所以我要很有礼貌，要很有礼貌。笑脸出发吧，红起来，蹦了！这是我人生的胜利之火。身体的毛细孔都打开了，我的声纹七魄是打开。哎，灯来啊！这里呢有一种鸡，它因为为了要吃东西，经常迷路。鸡怎么可能迷路？为什么迷路？待会我再来一一的告诉你。左右一起。粉丸呢？第6个很生死恋哦，它这个锅巴，哇，它炸的有那个鸡油香。那现在先寻找古老鱼路里面的渔村海味。是不是走错路了？没有，不知道到底是吃海鲜餐厅，没有错啊，因为那个餐厅呢，总要有一些菜跟当地的农民配合，有一些食材呢要来这边采，没有这么刚好啦，因为剧本写得非常的刚好。路有点窄啊。你是觉得这里有点荒凉是？不要怕，哪有人这么容易就吃到饭的？这样子你会很不珍惜它，我没骗你。只是我比较好奇采什么食材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完配，有，看到人了，要不然再走下去，我都觉得我已经快走回基隆了。这草太高了，看不到人了。现在这个是什么作物啊？茭白笋，我以为只有埔里有茭白笋，金山也有啊。那这边的水池是特别厉害的，很厉害。火山灰土下面特别甜。哇，这个现在正是季节吗？采收的季节。现在在这边找食材，要跟餐厅配合。对，叫做没错。季节性餐桌，因为每个季节有不同的东西。这个姐姐现在拿的一只是可以生吃哦。对，那个可以直接生吃的。真的假的？很嫩的。阿姐啊，你知道这一下不？这就是麦骨啦！各位亲爱的朋友兄弟姐妹，今日来到咱餐边啊，准备要来采这个这个咖啡笋，来加碎鸡啊，这样是最嫩、最软，这是最嫩的地方。对。这个比较嫩的给你吃，我吃这里比较粗一点。哦，脆度十足哎，真的甜呢，它有一种蜂蜜的味道，真的呢，细嚼，对，越嚼它那个，你说那个蜂蜜味道就会散发出来。那我也觉得这里还蛮生态的哈。对，我们这边是清水湿地，所以它这边的生态是河口的最下面，一群水鸟正在那边栖息着。刚刚还有看到白鹭鸶，有非常多候鸟。如果没有说，大家都以为这是芦苇虫，那大概要多大只？因为刚刚那个阿季给那个小只的，还是要靠经验跟摸一下。真的是有吗？像这只就稍微小一点，这一只小一点。好不容易我们走到这边有摸到一只了，这只可以了。对，我们要先把旁边的叶子拨开，然后我们抓住底部把它凹下来，转一下，然后往下凹下来。哎呀，对，这样这样子，对。顺着这样。这样可以，但这么小呢？对，这有肉吗？把它剥开看看。一点点，像它这种就是小，但它就是
稍微比较嫩一点。哦，对对对对对。它里面其实水分蛮足的。对，而且甜分也绝对够。太粗或者是隔1、2天才采的话，它会干干的干干的，然后纤维会很粗，反而不好吃。不好吃。啊，顺哥介绍一下什么料理？因为我们刚刚吃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的奶味跟蜜香，因为它们每一种品种跟食材的口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场去吃它的原味，去判断说，那我们要搭配什么样的其他食材去做变化。哎，我第一次才知道茭白笋还有分品种。它有很多种。那跟埔里的有什么不一样？埔里那边的比较偏是青壳的，中部它就是敢当种。然后我们前半部大概9月、10月就会采完，那我们现在是到11月晚生的，这是赤壳的，有点红红一点一点的，它就比较偏向红壳的。茭白笋生吃应该是水质要很好吧？对对对，采这个茭白笋就是哎，短发豆啊呢？因为有的时候它是虚胖，就是康康摸起来就空空的。那我们现在就到处找找哈。找茭白笋。哎，这边有一只，来，等一下。哎，我可以直接采吗？有可以直接采，主要摸下面这边有点饱满。来，耶。所以这茭白笋的特色就是小小短短的哦。目前它会是比较小只的，怎么判别它们的新鲜度啊？看颜色，放久了它这边会黄掉。如果是早上采的，它下来是白色。小白笋基本上你一采收起来，基本上回家要先穿烫，不然你只要冰箱半天1天它就干掉。干掉，它的口感完全，它水分就流失了。对，它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把它穿烫起来，然后再冰起来。然后你要做其他料理的时候就再用。哦，了解。很容易失水，这样够不够？我们中午做一个料理。可以。你先示范一下，我们该怎么样拆那个壳？来挑一只。一般外面买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的都是这样子。就外面我们市场掐头去尾，我们修成这样之后，我们就把它，我们用刀尖把我们的茭白笋的外壳稍微化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的外壳剥掉。这个就是很快要进厨房的状态嘛。对，正常的。如果你还再保存一下，就是那个壳不能剥太干净。没错，这样一只就可以了。完整的。你知道那个茭白笋又有什么名称吗？美人腿吗？对，然后你要美人腿姓什么吗？美啊？不对，姓于美人。他们在尬笑。这个算是一个保护区了哈。对。之前为什么原因开始保护它呢？就2014年12月的时候，然后有一只西伯利亚小白鹤，就因为它是迷路。其实因为他们是要飞到中国鄱阳湖，飞错地方，它飞错地方，它就停到这边来。因为它是世界级的保育动物，全世界剩下大概4000只左右，所以全世界就关注它，希望把这边变成一个生态保育区。所以就是因为它的原因，现在这边才有保留现在的生态。哦，还有前面那个金山第一美女来了，来，她笑得很灿烂，灿烂，不要剥太干净，让她厨房还有点事做。你跟在地那种小农这样结合多久了？我3月来这边就跟着农民，我们一起种地瓜、种茭白笋，还有种洛神。原来你们不是在地的？我们不是在地的，我们都是外地人。有多少人来这里？10几个，都年轻人这样。就是被这里吸引过来吗？等下，几岁才叫做年轻人？我们最大就26岁。这样也有26岁，有高中生这样都有。你们是跟农民一起种吗？不只是契作啊，我们就是直接走到产地里面，一起参与这样子，也是生产者。我觉得我们台湾真是充满了活力哈。那个金山第一美女也经过呢7期49天的选拔，在这里正后方。人家她喜欢上镜头。你要来看我嘞？你叫小顺呢？你讲我来看伊啦。你是来阮兜大无？要来？那个恁兜大，去恁兜洗温泉哟。我顶算是一个好所在。我知影。只会好好甲你照顾。好。对嘞，你要变到当时，刚没啥哩啦。差不多。你若无要去阮兜大我已经传2届，莫给我害啊！你们继续在这边播。我们先回去准备料理。小米，这个鸡也在这边，我们很危险呢。你一支就飞安尼，要变到当时，好好甲你照顾。哎呦，我鸡也就表演一个啦。哎呦，这个看，我可能有鸡啊。安尼我知影，鸡啊，这拢老狐狸哦，我们来去吃饭啊！我才没有好料，唔好你食。哇，
这个真的叫色香味俱全呢。主厨今年几岁？25岁有这么细腻的心思，很少看到套餐可以做得这么精致。这一餐如果能感动我，我还有一张未完成的大鱼画，我要送给他们。如果真的有好吃的话，他们的墙够大，要拼一下。刚刚只是想说我们有带他来吃饭，我们就安排去到田里面去采茭白笋。你以为要一张字画那么容易吗？那所以你们两个是同学吗？也都不是，不是，我们就团队叫浪金山，其实就是希望说由外而内可以进到地方，然后那时候就一群年轻人很有热忱，但是总不能就空谈理想嘛，其实就是跟农民啊，或者说水灾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救灾啊，地方艺术节我们就是去汇聚各种能量去推动这样，因为金山真的离台北很近，对，所以那时候也不可能说马上就落脚到金山，其实可能就一个礼拜1天2天，我们就来地方做 podcast 做节目，然后做各种事情，然后可能一个礼拜1天2天，慢慢的花一些钱去经营空间开店。然后后来我们水灾的时候，就整个店就挂掉了。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一间店嘛，我们整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园，我们要跳出来去处理这样子。我们救了8、9时间的民宅，到最后组织完，然后结束收工这样子。过去是真的有那一条鱼路，真的有人挑着鱼真的到山上去卖吗？其实不只是渔获，北海岸其实有白土矿，它是化妆品的东西，然后也有农产嘛，然后在地瓜这边地瓜很出名，地瓜、芋头、茭白笋，还有各种茶叶。以前的10大制茶厂也在北海岸，这一条路从黄港这边，然后一直到擎天岗，然后一直到大稻埕，它就是一条丝路这样。其实听完你们的故事，我觉得说没有好好吃不行。那一张图我回去把它完成好了。那我还是先试吗？不用试了，因为他们的心意我觉得已经收到了，够了。这是汤嘛，这可以先试试看它的味道。它有点像马铃薯泥了。它就是用茭白笋跟我们用鱼骨去熬的高汤，再用鲜奶去打成一个浓汤的感觉。哇，有点茭白笋，是因为茭白笋的纤维比较明显，咬起来还有脆口的感觉，刻意保留的。这是迷迭香吗？那是九层塔，茭白笋的那个甜跟鲜味，跟九层塔那个香气是很大的，画龙点睛的感觉。一个灵光一闪。那我觉得，因为你九层塔一咀嚼，它会从鼻孔出来，茭白笋的这个顺的、比较单纯的感觉，就不断的这样子，一个直达天庭，一个呢是直达南部。小卷是我们的招牌，小卷北海岸特产。我们先用姜片去煸那个姜的油，然后再用那个姜油去煎小卷，没有加任何的盐巴跟调味。你是那个烹调科出来的吗？餐饮科，大学是餐饮科，刚从日本米其林餐厅。对，哇，待多久啦？在1年，待1年，对。因为你知道基隆人吃小卷是从屁股吃的吗？对。小顺，我看一个问题，小卷有几只脚？基隆人应该要知道。一般是8只啊。没有，每一只都是10只脚。哦，对，小卷今天被投冷知识。小卷它是趋光性，就是北海岸跟澎湖才捕得到这样。哇，在晚上的时候，你光煎这个小卷，你看它表皮的这个亮度，光是刚刚这个皮，我就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呢，它用煸的，所以用姜煸它，其实身上有煸痕，它那个锅气跟那个镬气啊，太厉害了。我觉得它是第1名的。对，近海渔业的第1名，最油的，因为一般鱼它的油都集中在下腹部，那它是遍布在全身。一共里面3卡拉，你们这边是这样子吗？不是，那是怎样？每个地方顺序不一样。硬瓮以扬沙下这样，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第一个都一定是硬瓮。我们有季节性吗？没有季节性，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午鱼，而且它是做一夜干最好的，我们都是自己做。老板可以来半条吗？他已经把它弄成像标本一样的，它像不像那个日本的那种是假的柜子前面那种3步路的那种？哎，这把它清得很干净。不好意思，因为基隆人吃鱼是抓起来吃的，你知道为什么要挑这半条吗？这边没有骨。八点档演一下，我看一下，八点档有不一样。这不能演的。哎，你看它的油脂，哇，油亮亮，而且是整只鱼啊。咀嚼它的时候，它那个油跟那个鱼的香，就因为呢，它到日本去冰淇淋餐厅，不是米其林餐厅，特别呢把它风味都封在里面，好细腻，而且有点奶油香哎。
它鱼油是非常非常香。因为你表皮真的恰恰有点脆度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还会把骨头特别烤的脆，就是最后吃完你可能整条只剩下一段真的咬不动的骨头，不然你连那个骨头都咬成像饼干一样脆脆，鱼头都吃下去的。来，幸福的表情。片们，哇，好嫩啊！现在是演的还是真的？真的。现在导演在 cue 你8点档的幸福。哦，还没吃就先做表情，你都没有注意台巴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哎，哦，我知道了，眼神先来。刘经理，你为什么今仔日才带我来这间餐厅？过去你带偌济人来吃，生意唔知做偌大，我竟然拢唔知是这好吃。你还没吃到，你就安尼讲。我用感的我就知，好好吃。这个推荐吃法是可以用地瓜片把它挖起来，这是黄地瓜，它的甜味没有那么重，但是它就是颜色跟那个但是里面的料是什么？里面就是用茭白笋，还有我们秋季的柿子。我们的茭白笋会先去炭烤一下，所以吃起来会有一些炭香味。哎，果然是主厨你好会哦。这已经是创意料理了。好吃好吃，哇，所有的佐料都是真的厉害。地瓜饼的脆度。这是我们的用柚子酱油去烧的猪后腿肉，很嫩很嫩。那你可能用柚子先腌制过，会有一点差别吗？我们先用味噌腌制，腌它，对不对？对，然后腌完之后，我们低温长时间12个小时去把它，有点像舒肥的概念。对，就是舒肥。出餐前先煎上之后，再用柚子酱油去煮，把那个酱汁烧在上面。你的每道料理的味道调得都非常的精准。其实北海岸的柚子也是很出名的，七堵也很多柚子。我知道七堵很多砂石车。人家的臭豆腐怎么看起来那么大块？鬼头刀鱼排，然后用那个裹面包粉去炸。那这个酱是我们自己调的。其实鱼肉是蛮扎实的，裹得很，其实它非常的松软。其实吃东西为什么要闭一下眼睛？你知道吗？那是在其实眼睛闭起来就那一上，专注在这个，是用我的灵魂在感恩他。这是一种赞美、激赏，用眼睛张开看到的世俗。闭眼睛。同时也谢谢主厨，也谢谢文培，能够有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食材，让这么好的节目，不，这么好的人来吃。要闭眼睛。我的菜人不见了。其实带你来金山老街啊，平常大家都会带你去吃鸭肉，对不对？对啊，这里很有名啊。我跟你讲，今天呢要带你来吃一个已经在这边的将近半个世纪的麻辣。麻辣是瓦节艺术吗？不是，听说拜拜的时候，开张圣王最喜欢吃这个，因为它可以把财气粘过来。哎，这边，阿嬷在这里，阿嬷在。阿嬷你好，阿嬷这有几个店面呐？无啦，我有讲这个啊，尔外口有一个栽培部安尼尔，啊，这动作一斤卡尔你。啊，安尼才客气。正边啊，你看这顶啊卡。真正功夫好，一个顶啊卡哦，这做一片天的工课啊啦。是阿嬷，你安尼做偌久啊？啊，未10岁做到大。啊，今嘛几月？我敢若去年28啦。去年28，安尼做18年啦，会当徛弹。第一个技术爱好，脆花爱好，传的料吼，物件所有爱好。今嘛有几种口味？主本吼上济有20几项，啊，今嘛剩10项啦。有的食材今嘛摕袂到。啊，今嘛有啥物通好食？你食看嘛？这下面到。你知影台湾人吼，你讲对方真高哦，你有够老的，就是你很厉害。你也哦，来食看。安尼讲的哦，阿嬷在考我们呐，我英文出来了。麻酥的哦，鱼酥啦。哦，鱼酥哦。迄个麻酥是这。上面有一个芝麻。我今嘛惊人家鱼标片吼，我正有用鸡毛、乌毛爱甲。哦，给分开。今嘛做这哦，拄好大粒吼，较好食无较早，阮做起来拢长长。你今嘛加的时啊会落糊对无吼？这若喙较大的一喙一粒拢袂落个嘛。对啊，伊会使一喙2粒啦。我试看卖好，先1粒好啊。爱吃加吃2粒，啊无爱吃1粒嘛袂歹。要芝麻整个把那个肉中的香气一口吃，非常棒。香哦。
原来是生说安怎安要变才放嘛，家己炒的。我鱼酥炒几啊十年，我较早有咧卖鱼酥啊。阮兜嘛搁几啊摊鱼酥档，啊，即马无啊。你真熬啦！哎呦，我做歹命啦，莫讲做熬，我啥物做厉害呢拢做过的啦。啊，较早是安怎一人啊饲几家伙来哦？算讲生活艰苦，阮这年的拢安尼啦，毋是我歹命，大家拢做歹命。这是土豆，阮的土豆是规格的哦，这才正土豆。基本款，不是土豆腐的哦。土豆腐，你感觉这好出油，迄无转。哎，我敬你啦。叮咚。好香哦！我土豆拢用咱这台湾的，啊个吼，台湾土地上肥是中部嘛。对，本林家己。伊油脂较济，啊较袂甜苦苦，几好食。阮若去做，会使讲翻过做几天。规家啊，拢在平常，拢在地方。啊，还有什么？经典的乌麻，乌麻是几月才开始收出来？冬天有那个麻摘也可以卖钱的哎。差不多这个时阵啦，看才有啦。啊，这是嘛还得好得来啊。有啦，我在山顶捡的。伊迄都是土烤菜烧，爱用捡的啊。哦，这个芝麻也好香哦。芝麻香气很足。哎，阮这是特级的呢。我今摆就还没访问到，我因为要食5粒啊，我免分去啊。啊，不要搁有呢。阿妈做一摆螃出来好啊。这个阮家的特产。看这个是咖喱的吗？哎呦，原来。是吗？你真啊，你鼻落遐味，你会闻得到什么味啦？啊，地瓜。对，这个地瓜在金山也是很重要的农作。金山摊子吼，农会摕去中央市场发偌济，你知道？发偌济？这个黄的189块1公斤，还算足悬甘。这金山摊子哦。所以这个地瓜已经是66号嘛，很甜。哎，这是66。无，黄的57，红白的66，加起来偌济？哎，我袂晓算，我无读这。啊，这是安怎做的？这内底空心的棒棒的安怎做？哦，这哦，这样，这乌圆哦。有啦，这较早就是拢长的，一条膏啊吼，就是安尼的长。啊，这嘛切2刀，那发起来了后就变圆的啦。啊，伊原料是啥物？糯米甲蚵啊，糯米吹好，啊，下面袂食哩哦。还袂食，食了呢？甜口口啦。食了面就变糯米哦。出去会甜去啊，爱做甜甜口口，安尼啦。咱其实阿嬷的故事咱听足多啦。你看这吼。无你我即摆甲你问这，你摆讲阿嬷足惊我问伊故事的啊，因为吼，你一个企业会当一个家啊立足作用的家己遮，表示讲你的精神真好。你几岁开始做生意？你拢是10岁开始做生意。较早吼，啊生活艰苦，啊阮妈妈你顶店打工啦。是。啊，阮就拢对阮妈妈去啊，赶紧去甲。阮妈妈打工就是某只工课做完才会使转。比如讲中秋节做饼，我爱做几地？做饼大部分拢师傅你做就是打杂啦，扣头扣尾安尼做到完。啊，阮就爱去甲妈妈点做做餐啊点转来安尼。阮住伫市场边尔。兄弟姊妹足侪人吗？我上大伯。较早拢欠骹手，很多事业要全家人出动，所以呢，囡仔生较济。啊，你大姐爱搁做愈济呢？阮爸爸做炭厂啊，啊因为互炭厂啊无通地着，这哎呦喂啊！住迄个海豚啊，等于住2年外。啊，就无好无人啊住，啊，拢妈妈人洗被单啦、洗衫啦吼。啊，去人打杂赚钱啊！我大姐要带这爱休息休买啊。你知道住在我们北部这几个山区的，大部分很听到说哪个煤矿灾变了，规家会要招咧龙啊。到底爸爸有没有出坑口了没有？还是在里面？还有这篓干嘛？看到那地瓜条啊，它是爱骨条，爱土，但是有时候挖的重量不对，或者是有点地震，它就会落盘，或者是说会有那个黄气，嘎树爆炸上面会。以前哦，有没有明天不知道？就是啊，你土的时啊，那土就伤大地，规地拢连落来，有可能顶头就放落。做炭厂的人吼，还有一个外吼，都危险的呢。地下工作人员，啊，唔知当时日历有出来无？唔知啊，都唔知啊。啊，迄工资足悬啊，啊，艰苦的人就是安尼。啊，就是去拼命啦。迄阵咱上细汉的几岁？嘛袂记哩啊，就做细汉的时啊，就是拢安尼一直做一直做。啊，那无去读书？啊，我上大我去读册啊，就回去啊。我有一个阿嬷是还肺较重的，肺痨。肺痨，矿坑都会有那个粉尘啊，肺部出问题。我就教阮迄个阿嬷去厝的顾债囡仔。啊，阮做一撮仔田爱做，啊，我就无通啊读册啊，我卡拉听拢爱囡仔，而家做跳舞啦。这个阿嬷有俩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啊，几岁开始做这毛利佬？过安了后，因为经济好，我过来压力，做迄个大渔船啊，透天有迄句啊。做海的，
尊源嘛。船员就船员啊他经营的他的情根就是要那个海啦。哎呀，这出大渔船啦，靠太平洋啦。哦，太平洋。较早船啊细只嘛，一年吼会使讲作业哦，差不多4个月。4个月来趁一年通家啦。较早吼食歹，啊，搁大家拢熬食，生活较艰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也是想讲说，啊，无我来做一下副业啦，啊，这较歹做，这嘛无人去做啦。面这啊，才有人去卖，对啊当时也无当买啊。我讲啊，我做这一定袂甲人相反，我当爱做。哦，就做这。哦，啊，即摆有真好命啦，你好后面哦。有啦，即摆阮囝拢唔敢我做啦。我做这正经足艰苦呢，像这米果吼，我爱发，较早拢用钱的嘛，温度爱200几度呢，啊，就是爱高温嘛，啊，做足艰苦。无怪你这个头毛哦，叫人哦，你看迄油看偌热流，你看这头毛看有 Q 气无？啊，这摕去甲剪开哦。哦，人们都带你去看。哎，我无跟你评论，这鱼酥有够好食。好吃，好吃。爱吃谁吃？哎，好吃呢。第一个要紧就是爱看看这像这安尼破，这要建起来。好起来。无你这吼，卖也会走迄个空落去伤远。啊，你就是迄个汤。卖个啦，我先做一输啦。爱过偌久？这温焦匀就好啊，袂使放伤久也爆味。你要让它很均匀的。均匀的。这啊下要加吼，卖个伤高吼，会伤甜。要油这个不？啊袂啦，袂拢用好哩。啊，这是偷刀。地瓜啦，地瓜，看到菜番薯哦。哦，你木椒土雷哦，把椒土雷。有嘞。哎呦，切切嘞。安尼会晓未？这安尼甲摇起来吼。哦，我咧做咸蛋摇起来吼，啊，就爱搁较一个啊。菜一摆，真的规定头甲压嘞。伊咧撩较大，啊，搁甲压。安较均匀。好啊，你切看嘛，切看会安尼变过。哎，我安尼。兜进来，兜进来。这边水力，这边水力。你要对家安尼。安尼好厉害，好厉害。哎，拢要走出去啊！你这拢无叮当啊！什么？中国花头前诶。这个够严重。这个够严重。我个70万，我是来乱的啦。从这里这样子使力。兜进来。哦，有的哦，对。有啊。哦，对，安尼对，安尼对。快点！这你要甲保伊，要甲你好开始去。啊，这免好起来。哦，就是安尼切小伊的铺起来。哦，铺起来。啊，铺起来才有一个。再摕一个后来卷起来。啊，就安尼甲糊过来就好啊。啊，手套安尼，好咧，安尼甲糊起来，好咧，就是慢慢的。小心。慢慢的。我虽然16岁，但是我只剩下一张嘴而已。规工只细念。好，还看有无？冇多啦，真的。哦，这是阿嬷的看家本领。今晚无啦，较早我有啦。他再开起来一开点点嘛，今晚足久无做啊。我刚刚听阿嬷讲说，她年轻的时候，因为要卖很多的物资给船员，再辛苦的工作她都做。当时人家给她一个外号叫“撸卡布”。哎，阿妈就是因为什么都做，她连生小孩都没有时间坐月子，她都没有真的。我生囝第2天吼，啊就结扎对吧？生到上尾吼，带院带5天，第6天出院，啊，阮娘家妈妈来甲我看，我第7天能做什么？安尼你甲看卖，连喘气都无啦。来，好你去看嘛。好，等一下，这场口袋和文。我虽然不是鱼捞科的，我捞东西也算是有2把刷子。安尼卖伤济。阿妈说。李蕊，真做啦。李蕊，先甲李蕊。哎，啊袂使伤久。无啦，逐粒拢知道就好啊。他这么嚼，面皮才袂了了。好，安尼阿妈会使。会使。好，烤起来就幼幼的。哦。规组个好起来，人是甲你好起来滴水，我是甲你好起来滴油。你较大力，啊袂够，那个无够，会使未？好免讲啦，免讲。你以为？阿妈你莫想免讲哦。好，来好起来。对头前好起来。哎，对，好过来。有力。对，哦，对，
有了，来哦，加料。上面稍微撒一下，轻轻的。这个好搞，这好搞哦，安尼下礼拜赛来上班。这我照袂起啊。用哦，做迄个戏剧的哦，男主角啦。这缘投，你莫讲我嘛知。哇，从头到尾哦，伊拢无搞哦，讲他鹅肉去，对，看见头。OK， 懂。算了啦，太混脸啦！我是怕把人家弄到地上去。有啦，正经不离搞。这第一届呢。好，哦，安尼使哦，安尼叫起来。阿妈，安尼有过关无？我看着卖秃头就好啊。有秃头哦。好啊。啊，无安尼有标准。非常好啊，这嘛是做忝的呢。这不简单啦。你用啊无几条啦，阮囝用的是一块尖尖的，海几工啊了。你袂使呢，恁家拢伫遐食头路，我哪无伫遐食头路？你是专业的呢。安尼就讲忝。阮厝边仔讲，阮兜是少林寺呢，跟你练功呢。18堂人。阮这个囝读国校爱研米粉，安尼哦，国小1、2年就开始研米粉。所以真的是全家出动啊。好，差不多。安尼有过关无？有啦。有啦。耶！这个，哎，这个在辛苦我就要上瘾啦。哎呀，你咁冇意思。好啦，无要紧啦，食满了，你食到老。老。这是我们毕业典礼这个奖品啦。这个烙哈，你一定要永远记住，它永远的烙在你的心里面。老在我心啊。对，啊，我里边做一个足烙的，手瓜足烙的 ，Andy 嘛足烙的，朱琪嘛足烙的。感谢。好嘞，谢谢阿妈，笑的嘞，出发吧。这个雨越下越大了，忘了，发了，带你去一个200年的一个老建筑，100年就不容易了，你还200年。昆明你好，嗨，小顺，我在资料上面看到你是200年老屋，你怎么会变成制作甜甜圈啊？对啊，这个是我的兼职啊，屋子是他的坚持，这边是他的兼职，对，因为为了要生活，现在正要炸甜甜圈。我要知道现在有什么口味？我们有鲜奶、地瓜、巧克力、蜂蜜的。蜂蜜，鲜奶要不要体验一下炸甜甜圈？这么刚好正要炸，那我们来炸一下好了。来，刚好可以体验一下。来，我来教你如何炸甜甜圈。其实我们先发酵好12个小时左右，这个是我们的独家秘方，酥脆粉，就这样子，酥脆粉放进去，翻2番，就是全部都要沾到它的果粉，吃起来等等才会变成脆皮的。这个因为它上面有粉，要稍微帮它过一下。对，我们新手炸6个就好了，好不好？好，我先下第1个，好，其他的给你们下。我们亲手大概炸2个都快哭了，炸6个。对，然后我就把它拿来这边，这个油温大概多高？油温180，这个姜弄好以后，轻轻的这样子把它放下去，好，就这样就可以了。它不用翻面了。等一下，你们先放，我再教你。是，你这要把握时间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哇哦，好像在游泳啊。好了，小顺换你。然后可以把手套拿起来了。好，这个用不到了。慢慢来哦。它那个油会喷上来的。对，但是不要太用力哦。好了，最重要的要有时间。对，大概炸多久啊？6分钟。然后这6分钟啊，我们就只能站在这里而已，就是一直翻面，因为要一直翻面，平均受热。这个先交给你。一直翻6分钟，因为啊，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啊，它是面粉，它虽然它有果浆，但是你如果没一直翻的话，它受热不均匀以外啊，它还会比较吸油。起锅以后啊，你就会看到它油在里面。如果说有一直翻，它就会完全感觉不是油炸，要每一个都有均匀翻到。那正常我们会把它摆满，顺序翻，这样就会比较看得到说哪一个有翻，哪一个没翻。在台北人生就要去哪里反转，你知道吗？去哪里？台北转运站，他就帮你转运了。翻到最后了，来，最后是关键呐。但这种小的就淘汰掉。
其实不会，其实它发酵的啊都是很漂亮的，就是里面会松，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刚才泡那个姜泡比较久，所以它会缩，其实不会太影响它的口感。当初为什么会来学这一门路？因为其实甜甜圈是我们老街比较适合的食物，因为我们金山的特产是地瓜，所以我就把脆皮甜甜圈里面再加入地瓜的那个在地的特色的一些食品。然后后来又在研发各种口味。对，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跟经验啦，炸错很多也丢掉很多。一定的。那你是在地人吗？我是在地人，土生土长的金山人。我问一下，土味蛮重。有土味哦，有，因为有金山味。金山味，还有温泉味。哦，而且它是把它立起来，这样的油会漏得更快。假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炸多少圈子？一天可以做到最高纪录是1800多个。那为什么会想要做甜甜圈？其实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有小朋友，只是他们说爸比这个东西可以做兼职来做，赚钱可以养他们，因为他们喜欢吃这个。我们再加上这个糖粉啊，会比较好。哇塞，看起来，哇，糖粉啊是糖末，所以不会非常的甜。小心烫口，先不要吃，你要不要自己玩一下？来，沾一下。现在很烫，现在。好，敲一下，这样子才不会那么多的糖，才不会那么甜。对，哇，好期待哦！然后你直接咬，你这样应该会烫到。这是牛奶，鲜奶，然后是地瓜。好烫！我感受得到。但是里面还很稠嘞，都很像地瓜的状态。里面的纯地瓜泥，纯地瓜泥耶。对，好，那我吃哦。然后你里面是鲜奶，它就会比较松，比较不会那么有那个地瓜的颗粒感。想到地瓜呢，就会想到金山。对，因为是很强而有力的，而且吃起来里面有点像马蹄的感觉。有酥吗？很酥。你会来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老宅是跟你们家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这是租下来，因为我就喜欢老房子。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可以啊，看一下吗？因为我们本来不是要来吃甜甜圈的。哦，是。对。那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看看。可以，欢迎。好，看看老房子。那我们进去。这个看起来你应该花了不少时间跟不少金钱哦。哎，好旧哦。这里从乾隆59年建到现在是229年。它是不是有点走位一点点？一点点，有一点点。我做了30-40万的防水。还是会漏。你看地上一滴一滴的，全部都是。这已经算很好了。租的你就花了，光漏水就花了30几万。那刚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边大概闲置40-50年，所以很像废墟一样。鬼屋。对。他现在讲的那个是很有灵气的。其实呢，你只要呢能跟他好好的沟通，他也可以帮你很多。你看他来了就不走啦。真材。上上下下这样子花了总共多少钱？总共大概花了800万。哎，你花了全部都弄好吗？没有，这边还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大概1/4的距离，1/4就花了800，全部弄完的话要3200啊。刚好可以买这间房子，就把它买下来。古出去多啊！这边大概坪数是81坪啊，因为它比较窄，它长度有71公尺长。哦，哎，等一下，我看到宝了哦。你怎么知道？因为呢，我对木头、石头都略知一二，略懂。看到这个成色，这应该呢在地底或是水底已经很久了，阴沉木来的。是哪一种木啊？厉害，阴沉木也俗称乌木，它在地底下真的1800年以上。哎呀，而且这房子还久啊。对，它是台湾的。这是台湾的，在地的台湾料，很大，这么厚，我这个也花不少钱，会不会800万里面有600万是买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妹婿赞助，妹婿赞助，原木把它弄成这样子。哇，这个漂亮，谢谢。哇，你自己平常画画吗？哎，没有啦，这个啊，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海废墟创作的一个艺术品。这里有开课程，对，我们有做海废 DIY 的课程。这是谁的假发？这个是废弃物，废弃渔网，然后这个是废弃鱼绳，然后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哎，普丁的那个，它是鱼扑档，扑档黑，它是浮标啦。这一幅画其实是我们金山，就是全世界唯一仅存的一种蹦火渔业，老师就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那我们平常也会召集我们这边的居民去做一下净滩完，它有些东西可以回收，其他可以资源再利用，我们就拿来做课程，然后让人家知道爱护海洋的这个动作。那现在我们已经拿到海废了，那这边有4颗眼睛，我们要做成什么？可以把它贴上去变成鱼，假装它的嘴巴在哪里，然后把眼睛贴在这里。我已经知道我要画什么了。甜甜眼睛也可以先着色，然后木板也可以画。等，我要来做一个深海怪物。
其实我们家小孩很适合来这里，因为我们家大大小小都爱画画。然后我们有时候也有大幅 DIY， 做好之后可以自己吃。叮叮叮叮叮，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哎，我在哪哼歌哦？等一下没有被人家禁止。也蛮多唱片公司很喜欢看这节目，看你们你到底唱了什么？唱了什么歌？你这个小坏坏！来，我把他的名称写上去。好。对，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是螃蟹啊。对，看得因为出来。金山应该很多螃蟹吧？对，现在是螃蟹季节。对。我觉得这是深海怪物吧。深海怪物。老师的呢？老师那个是飞行船吗？蚌壳。我是把它想象成是热气球。我觉得热气球。对。热气球还有这样子的，老师你的想象空间好丰富。或者是飞行船呢？这一堂课我们已经上完了，耶！海废，你好废啊，超废。小顺，哟，你现在的那个是我的拿手菜，它是烧肉，跟日本的老师学习的。我用焦糖、麦芽、地瓜入味，所以它是猪肉吗？不是，它的烤肉酱，它是属于甜甜咸咸的一个烤肉酱，全台独一无二，就是有焦糖地瓜的味道。焦糖地瓜的，跟你们在地的那个食材又结合了。哦，你这个酱料很迷人哎，因为有这个地瓜的甜，但又不会太腻，因为它我是用麦芽下去熬煮，至少要熬煮2个小时。今天的时候活力满满。好满足，这个酱料厉害。它那个酱料可以直接配饭，跟卤肉饭的概念差不多。再来干面，它叫鱼香干拌面，它其实就是我们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蹦火渔业里面的鱼货，金鳞鱼，那个鱼干也是我们自己编的。它这个面条其实不是一般的面条，它是拉面的面条，所以它会非常的 Q 弹。干拌的那个寿司也是用烤肉酱下去干拌的。它有在卖一瓶一瓶的吗？我们有做联名，在我们这边也有做罐头，对，小鱼干的罐头，我们就是跟他联名，就是帮他们做推广，对。那小鱼干它还可以有分大、中、小辣，没有辣。这个就是蹦火渔业他们的出产的产品，就是用他们的金鳞鱼去做的，因为他们这个鱼货其实经济价值不大，所以他把它做成这个东西的话，它的经销业会比较大。练完了它面皮跟它的口感就变得很好，再加上他们特调的那个 XO 酱，不得了，可以加各种料。谢谢。还有面皮我喜欢哦，面皮喜欢哦，对啊，很 Q 弹哎。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自己在家里做的。我们其实会有期间限定，就是有地瓜的时候，我们会把紫玉地瓜或红地瓜把它入味，就是直接变成地瓜面条，是生的面条。在什么季节我们要来？8月到10月是我们金山红心地瓜盛产的时候，然后入味的话，它也是最能提味的。哇，那个面吃起来应该也是甜咸咸，地瓜香。然后这个是我们紫玉地瓜做的，然后我吃的那个香气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自己烤的，就是先成的，这叠了很多层然后再来做。对，然后这个就是紫玉地瓜，嚼下去会有那个嚼感，然后有淡淡的地瓜味道。它很酥脆，它很有嚼劲，很有嚼劲。这是我们自己手做的。珍珠奶茶，它是袖珍芋圆，袖珍地瓜圆，它就是这个黄地瓜跟紫玉地瓜。它把它蒸成小小的，它是口感怎么会那么好？特别 Q。哇，这个会弹牙。它的口感就是会很有层次。第一口咬起来很 Q 弹，可是里面咬下去的时候，里面那个绵密的感觉就出来了。它因为奶酪加地瓜圆，它的那个口感就会真的非常有层次，然后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单调，然后还有清香，那些风味都还蛮准确的，精神都来了，精神百倍。下次来回来面，我们来这边泡茶了，来这边泡茶，欢迎。但一般人不能做哈，我们不是一般人。厉害厉害！其实我不是一般的，我是6班的。来到了金山呢，有一件事情不能不做，是很有名的，对，是来泡温泉。因为这里的硫磺泉算是呢远近驰名，完全放松了。哎，你好，你好，你好。
你们的温泉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温泉，它其实是大屯山系的硫磺泉，它跟沿岸的海水冲刷之后，形成了一个叫做硫磺源泉，俗称的海底温泉。因为我们这是海底温泉，是那全世界也只有3个国家有，哪3个国家？日本、意大利、台湾，非常稀有。那所以它本身酸性比较高一点，但它对人体的筋骨是非常有帮助的。筋骨来对地方，真的，我们太期待了。对，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泡汤，先开箱，开箱好不好 ？OK。欢迎，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的4人房。哇，映入眼帘的就是你们的温泉池了，还有室内跟露天哎。这边可以看到美人山喽，金山很有名的美人山。你们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哦。因为他们最近正在求子。以前我们这个温泉是有人说是求子汤。如果只要单纯想要泡汤的话，那怎么办？单纯想要泡汤，我们也有提供汤屋，有汤屋，然后也有搭餐的，可以让客人可以自由选择。自由选择，哇，好多元化。我们还有，另外我们还有户外的泡汤温泉。户外大众池吗？露天风吕有 SPA 池，然后温水的游泳池，太棒了，然后也有精油池。像我们的房间大部分都走的是比较休闲度假风，巴厘岛的巴厘岛风，对，小朋友小的话比较适合这种房型，这感觉很舒服的。是啊，对啊，就是来这边的话，最主要就让客人能够身心灵放松，好好的享受。谢谢经理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晚餐哦。这个火锅看起来这个汤底很特殊，它是拉萨走的比较新马南洋风味的。我这杯饮料的配合的颜色是泰奶，然后我这个是那野莓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椰奶。火锅的汤底都是可以选择的，这些蔬食的东西，我们有冷盘区，也有熟食区，所以你要吃的，希望客人能够有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方式。对，好，那我想来一点汤头。我今年7、8月到马来西亚去拍戏，结果呢，这样的汤头这种风味，哇，这样一喝，涌上心头，那个阳光马上就洒过来了，洒进来。拉萨沙洋黑，这是印尼马来西亚的，它应该还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的，比较不会味道那么重。然后我们也有当地的料理，现在刚好就是茭白笋季节，然后万里蟹季节，所以我们也有做避风塘炒蟹。台湾这一片土地滋养了很多不一样的味道。民国30、40年，全华人的味道到台湾来集结了一次，后来又有很多呢外配，又把不同的风味带进来。其实真的是全世界各种可能。这几年台湾的面包在全世界真是得了很多冠军。台湾的烈酒、白酒。Whisky， 我们台湾人对吃真的还蛮懂吃，生活可以辛苦一点，但是吃不能亏待自己，我来一个沙爹的沙爹鸡翅。哇，这个炸得很酥脆，因为现在刚好是万里蟹季节，而且是最北美的时候，肉很饱满，刚好是最好吃的时候。因为一般炸这个蟹会炸到说那个肉质都是干的，可是这个吃起来肉质很粉嫩。师傅的火候控制很重要，拿捏。这个鸡翅的那个酥皮，你待会一定要试一下。像这个鸡翅的话，我们特别腌制过，再炸过之后再去烤，提出它的那个风味。内功哎，而且你看它逼出那个油脂，有炸，然后再烤，它里面还是这么滋润的，很香。我也很爱吃，肉嫩，超爱吃的。哇塞，它咬下去是骨肉分离，真的很好吃。这个应该一个人可以吃掉1盘吧？绝对可以。那旁边这道金沙豆腐虾，这也是一道南洋料理，连壳一起吃，可以，没有问题。它炸得很酥，对。哇哦！因为那个咸蛋黄的咸，加上这个虾子的鲜，哇，它体味出不同层次的口感，太搭了，对啊，咬下去的口感，那个金沙就很香，然后再吃到那个鲜虾的鲜甜，满满的把甲壳素都吃到。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全部呢一次到位。
这边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又来，在地感，在地的地瓜球，应该是66号吧？对，66号。今天我们已经吃过各式各样、各种形态的一个地瓜的一个产物。哎呦哦 ，Q 的哦！大人小孩其实都很喜欢吃地瓜球。我也喜欢吃地瓜球。那我忍不住，待会可以帮我包一小包，我拿回去。没问题啊。孝敬太座，我都帮你打包一份都可以。当我们这么幸福的时候，不能不帮家里人想一下，不然会生气啊。哇，现在汤正滚，正浓郁啊！加上这些蔬食之后，其实它的汤头味道一定是绝对是甜的，甜的。对。我今天已经教你了，吃到好吃的东西，眼睛要先闭起来，先用灵魂感谢它的存在，因为有你，我现在才能这么享受。那个猪肉已经在我的嘴巴里跳动了，而且它的皮非常的脆。美味。你只要看到我的眉毛啊，升多高，就是它的分数了。后脑勺去了，太美了。然后呢，户外的风旅呢要感受一下，哎呀，一定要的。今天晚上会不同的氛围，像有时候我也会啊，我也会自己就是在这边泡泡汤啊，因为泡完汤然后稍微拉一下筋骨，很舒服，促进血液循环，代谢。筋骨拉一拉之后，对你回家晚上好好睡哦，太适合我们，超舒服的。低温的夜里啊，看到它硫磺泉腾升的气，就觉得整个人都快舒服起来。而且就我们两个，对，包泉。他现在显示是44点多，他讲说其实是有点温度的。对，我要先试一下，先蘸一下。很凶呢，哎呦，这要跳探狗了。等一下哦。哎，等一下。哇塞！哎呀，所以它因为有海水这样 mix 在一起，所以硫磺的味是一点点。其实没什么味道。不过我哥现在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热能从脚底上慢慢传上来。好舒服哦。是真的很舒服，我现在整个身体的毛细孔都打开了。其实我的三魂七魄是打开了，我要把它抓回来嘛。嘿，等来啊！可以笑。加油！下雨了，有吗？对，下雨了。快拿雨伞了。那宇哥，你们要不要上去？下雨了，哇，越来越大了。哇，现在哪里看？在电视上。出发吧！接下来我要带你去一个呢，像童话故事般的城堡，吃甜点，然后跟国王、跟公主聊天。哎呦！而且他们家的甜点是世界冠军级的哦。哦，丢光棍呀！出国比赛。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城堡来了。哇，好梦幻哦！来，右转。哇，好漂亮哦！你好，小帅，远远看到一位长官在这里。欢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城堡？从今年年初开始营业的，是以甜点为一个主题。对，以甜点然后咖啡为主。那甜点的话，我们是把它融入台湾好的农作物食材。一开始听说你们有个起家甜点，有地瓜巴斯克，今年刚拿到10大伴手礼。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布丁，布丁是拿到今年全国烘焙赛的全国金牌。哎呦，冠军啊！哎呀，丢冠军丢金牌啊，好厉害啊！这样子，因为我们2个人呢算是老饕，我是老，他是饕。如果今天可以到后场去看一下你们怎么制作的话，没问题。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教小郑跟瑞佳来操作地瓜巴斯克怎么制作。
建志师傅，原来呢，他参加烘焙业有超过30年吗？超过。大师傅，大师好，大师好。今天呢，就先来考一考，因为它有一个57号，一个66号，为什么要2种啊？2种的香气完全不一样。哦，来用，来猜猜看哪一个5766？答对的话有一颗地瓜。57的意思是爱57。其实它是应该先种在那个台中的海线57，原来是这样子啊？不是的，57的话，你可以看它的皮是黄皮，那我们把它切开的话，它也是黄肉。对，57这个大声。哎，从外观看的话，其实可以分辨得出来。像66的话，它就是比较红皮，所以这2个的话，其实它是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是。那57的话，它只要能够种到土里面，它就几乎都可以活得下来。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种，存活率、良率很高。对，但金山的话最有名的就是66。为什么是土质关系吗？土质因为是火山土，然后还有加上这边的海风带盐分，然后这边的日照又充足，晚上又很凉爽，所以它是早晚温差很大，让它的养分淀粉养成。所以金山的66地瓜是非常有名的。那它里面的糖汁啊，蜜糖也是特别的多。就等下我们把它切开的时候啊，你看它现在马上就会产生白色的蜜糖，真的有呢。全部都是糖。那这个经过烤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焦糖变化，它的焦香就会完全的不一样，跑出来，更特别。对啊，但是为什么要把2种加在一起？因为2种都有它特别的香气。像这一款的话，它的香气就是有点像淡淡的荔枝香。这一个的话，它就有点淡淡的像牛奶香气。然后就还有淡淡的蜂蜜香，而且口感也不一样，这是比较松。那这比较绵密，纤维质比较多，所以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地瓜是比较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就把它全部给混在一起，变成蜂蜜牛奶。你们可以先吃一下，它有那个打好的泥，你们尝尝。直接吃。我以为吃生的。对，这已经处理好的。这个是57的，它的香气你可以在嘴巴里面稍微用舌尖把它压一下。而且它是越嚼越香哎。那鸡就要有这个松度，对，它的松度，它的纤维也会稍微比较重一点，那个口感比较明显。然后66号就比较绵密一点，你看它颜色也比较深，所以它里面是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所以它是蛮营养、蛮健康的。它的味道就是比较绵密了，纤维质也比较少。可是它香气应该比较浓郁吧？没有，香气浓郁的话，是它57哦，57是有传统的地瓜香。一般我们在进，你只要说像黄色的就是香，红色的就是甜。你要多吃一点，它会红一点。因为你在演艺圈，这种给你的包，还有努力的空间。不够，后面还有。看多不够红，要吃这么多。果不其然，它很泥，细腻的泥，而且比较甜。它在种的时候，它真的是很需要好的环境，才有办法去种出这么好的地瓜。对，真的，它纤维比较少。那我们再把它混合在一起，谁要比较多，谁要比较少一点？这边再比的话，我们当然是会以金山在地的为主，它的甜度是我们比较想要的，用这个来带它的香气跟口感。我们2个就是这样互补，我用我的帅弥补我的蠢。哎呦呀，你品不会够高的啦！为什么今天还在演艺圈就是这样子才能存活下去？要不要再尝尝看他们混在一起的口感呢？就是黄金比例了。这边也有搓好了，等一下用变的哦。还是你们？那预备开始。哎，你看。哇，速度多快！那这个就是比较我们想要的那个口感跟香气了。这蒸熟了，那会不会有假熟的？没有，装熟的会被我们找出来。好像奶油，你是不是被找出来？你的装熟的家伙，好好吃哦。好像那个面包里面的克里姆呢。包括像地瓜泥啊，或者是普利姆起司啊、奶油馅，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配方的比例去把它综合出我们要的香气。那现在做你们家那个地瓜巴斯克的胶体。巴斯克，后来，那我就请我们家的 Ella 主厨来教。有请 Ella 主厨。听说你是全国冠军是？不要这样讲。对，一定要这样讲，因为资料是这样写的。对，是。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呢，你如何得到的全国冠军的。好。巴斯克的话，它的食材就比较简单一点。那它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混匀、均匀。对。但这个起司看起来很坚强哎。对，在做的时候我会先把起司打匀。对。这个假日应该来客数很多哈。哦，对。会不会打到天昏地暗？会不知道回家的路。真的？那你不是在地人，回家的路很远。很远吧？有点远，所以为了要这份工作就搬过来。哦，在附近了。他们是全家都搬过来。全家都搬过来，连小孩子都来这边转学。小孩也转学啊？对。他即便是呢机器这样弄，他还是转那个方向。对，不然它的起司软硬度会不一样。那你后面再下其他材料的时候，它会让它结粒。打软以后会先下一些砂糖。对。
那小顺您可以来试试看，弹到中间，然后再上去再打一下。再打一次。哇塞，好绵密哦。那我们再上机器再好，打的时候，它开始原本它现在有点雾状，那我们会越打越亮，有亮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下来用手扳。哎，它已经慢慢变成，对，它已经变成光亮了，是从黄色变成乳白色，对，它的原物料都很简单，可是就是它要一直不断的去不断的打，然后再打一下有没有？它跟刚才来讲，它已经变成是比较滑顺，对，比较亮。那它也比较柔软的话，你在下蛋的时候，它不会说因为它很硬，拌不动，那不会均匀。然后，OK， 就可以了。对，拿起来。这个先拿起来，对，拿到这边来刮没关系。哇哦，对，它就会比较光亮。它有点黏呢。对，给师傅刮。好来，我帮你。你看你在刮多干净，你看多纯熟，他刮的都比你舔的干净。真的没有任何残留在上面，所以说要浪费。对。哦，因为有时候老师也会看这个学生是不是很珍惜食材，所有的这些物件，对。对。接下来开始搅拌，蛋液。蛋液要搅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它要完全没有分离，融合在里面。小顺，我教你一个手势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你拿的时候拿下面用握的，对，然后这样转，然后这样的话它会比较快，可以顺着它，对，帮它这样。逆时哦 ，OK， 可以再下。但是我很难施力，像你这样握，我很难施力。好，那你这样手腕 OK 吗？我 OK。好，OK 了。为什么这要分这么多次啊？因为它这样才会乳化完全，它才不会说你一下子冲太多液态的，那它前面冲到变成水的，所以它就会没有均匀。因为这个工序很麻烦。对，它就是要有耐心，有点时间。对。比机器还要厉害，你看。因为做久了。这个是不能用机器打。可以，可是你就是要很慢速，不然它就会很多的空气。没有那个3-2天就可以出筛的，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机器打速度快，但是气泡多，口感不好，所以还是用手工。经过了一番的翻江倒海之后，把那个最后的寿司都调好了。它现在是刚刚那个57加66等于多少？57加66。不要再想了，123。这个现在要倒进去123里面。它倒多少？280。要吹口哨吗？啊，不，我不会吹，不好意思。这样要上厕所了。这个很专心呢，不小心它就 over。79，哎呦，刚好280，对。然后这样子，对，敲一下，然后把它的空气敲出来。这样已经算敲出来了吗？对。小顺，280准，好不好？哦，281，都是你啦。哇，你这样平均一天大概要做几个啊？差不多80到100。因为你这已经算供不应求了。热销商品啊。对啊。哦，超过了。哦，289。看你跟我讲话，谁跟你讲话？我还跟你聊天呢。我多小心呐！这位同学，哎，你转过去，等下又跳掉了。280。好了。好 ，OK。其实呢，刚刚我听那个建志师傅讲，为了要创立这家店，所有的配备几乎都是外国定制的，全台唯一一台。尝尝看辛苦的成果。这个是123的嘛，对不对？57加66加123。对，这就是地瓜的，那是玉米的。然后玉米的话，我们是用大甲的芋头。巴斯克，这是西班牙的地名，西班牙知名的甜点，然后是从巴斯克这个地区开始流行起来。对，然后将近大概40年。哇，好绵密哦，cheese跟地瓜融在一起。如果不讲，大家还以为是什么奶油馅。它上面这个 cheese， 它是选澳洲100年大厂的乳酪公司。它的 cheese 就是我们想要的带有淡淡的牛奶香。它当初的这个配方，地瓜的那个混合，是来这边之后就知道这里有这样的特产。因为金山最有名就66嘛，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以66为主，但是在整个配整
怎么配，就觉得那个味道有点平凡，所以我们后来又研究之后，把57的香气、口感再融入进来，然后去抓出它我们想要的黄金完美的比例，对啊，包括它跟cheese的比例也是有算过的，或者尾韵我们想要它出现什么味道这样，对，连尾韵都调得出来，它都有层次啊，它里面还是有加一点点的焦糖下去调它的香气。哦。我们芋头就是2个产区，一个就是大甲跟甲仙。台东的芋头也不错哦，也不错，因为有的是湿甜，有的是旱甜，那就是你看你加大米还是加大米，出来的风味完全不一样。对，哇。它更浓，就是芋头香更浓郁，它就比较浓稠一点，延展长一点点。它那个尾韵，对它的香，芋头的香气，芋头的香气就，然后地瓜就很快的在，所以我们刚试吃都会先试吃地瓜，芋头的味道会稍微比较强烈，很代表台湾在地的精神哦。偶尔含吉，偶尔含吉，但就这样含吉啊，哎，假这一般吃都有点偏扎实，可它是一咬下去化开了。巴斯克它原本的特色是要稍微有点流心，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吃那个口感有点不太能接受，所以后来我们稍微再把它烤的稍微特别滑嫩一点，不到于那种流心的感觉。这个就是江湖传说中的全国冠军，2025全国冠军。它就是用台湾非常好的鲜奶、鸡蛋。之前香草豆角我们都是用马达加斯加跟大溪地的，但现在南投已经可以自己种出非常棒品质好的香草豆角，在地的，对，在地的香草豆角。那我们吃的话是直接挖实质，挖到底，连焦糖一起吃。那焦糖就是很看主厨的功力了，因为它只要稍微过头，焦糖就会是苦。那如果你煮不出来，对，它直接那个从下面就涌泉了。然后如果你煮不够的话，焦糖的香气就出不来，而且你吃它的口感是非常的绵密。这根本就是公主的甜点嘛！它是用很好的烤箱，然后用酥肥的烤法，太柔了啦。而且香气十足，而且它的层次非常好。焦糖一入口的时候，先感受到焦糖在舌面上面的奔放，然后呢，马上牛奶的香气就来了。而且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变成了布丁，它那个原本的味道就变了。你好像还在喝原本的牛奶这样。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很浓郁柔柔的公主的故事？相传当时欧洲一个国王太爱他女儿，特别给他盖了一个柔柔的城堡。柔柔的公主住在柔柔的城堡，每天吹着柔柔的风。有一年冬天，这个皑皑的白雪，柔柔的公主点着了柔柔的灯火，打开柔柔的窗户，柔柔的风吹进来，公主柔柔的讲了一句话：“你老师的那个瓜。”所以这个真的是柔柔公主吃的柔柔布丁，它就是用酥肥才有办法做出这个口感，而且它的蛋香非常的浓，而且酥肥最能保持它的原味，把那味道锁在里面。所以它的食材就非常重要，因为布丁的食材很单纯，而且这个地瓜我们还是师傅我们自己下去种的，我们有自己的地瓜田，就在六股那一边。因为我们是要用友善耕作，就是我们创办人不希望说有农药，他也希望说师傅去感受一下说地瓜真的得来不易，所以我们在制作它的时候是特别的用心去抓出我们想要的黄金比例。希望你们把这一块城堡束守好，所有人来这边都可以吃到这个原汁原味，在地最棒的风味，在地最棒的。这个地方叫黄港，为什么叫黄港？这里面黄的吗？那个水是黄的，不对，因为以前西班牙人开船开到这里来买硫磺，因为这边距离阳明山其实不远，山上呢，因为它是火山口嘛，它有产很多的硫磺，他们买回去要做什么？泡温泉，烟火。为什么要做火药？哦，火药啊！但是我跟你讲哦，来这里要注意一点哦，因为这个港口人他火气都很大，讲话要小心，步步为营。哎，袁明，哎，干嘛？你看，他这一开口就问你干嘛？你不要，对不起，我在忙，会不会打扰你？我正在工作。哦，小顺，这个是因为呢，我一直听到说哦，渔港的人他火气都很大，身材也很高大，一出手呢就没有那么小力的，都是大力的。为什么火气会那么大？他不能心平气和做事吗？哦，因为在海上的时候啊，有时候外面声音太大声，是，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喊很大声。哦，别人都以为我们在船上吵架，但是没有，我们就是要喊很大声去沟通。但是呢，听说了你们的渔船、你们的作业也是跟火有关系。对，我们就是目前应该算是全台湾唯一只有这边在用这个方法在捕鱼这样。什么方法？我们这个叫蹦火。蹦火。蹦火！哎，等一下，捕鱼不是用渔网吗？渔网也是要。我们用渔网是抓没错，但是我们要真让鱼聚集的话，我们要用火。
因为他们有向光性。对，我们在晚上抓。大概在什么季节才开始有这样的活动？5月到9月这段时间。那大概我们对象是什么鱼？对象的话是青鳞鱼。它是一种沙丁鱼。哎，我们看到旁边好像有这个，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火的来源，火的来源靠这个石头，是不是台语叫点头？对，叫点头，有点微微的一点温度余热。对，因为就是今天天气比较潮湿一点，所以它碰到水汽之后有一点化学反应。所以它是石头，它主要组成分是石灰，碰到水之后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一个气体叫乙炔的气体。乙炔？对，那个气体出来，我们点的是气体，不是石头，怕危险的。怕危险，像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去点它，它是不会有。不会。你手干嘛这么串？你有中风呢？我也怕它突然导天气来，我也会怕。对，像所以我们这样子它是不会有反应。那如果我们在海上真的在用，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顺风点好不好？好，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在地上就好了。那这样子好了，你拿在手上，我倒水，然后我点看看。这么消耗手的吗？哦，因为现在有点水哈，所以我可能放下去它就开始冒烟了。这加了水之后，我们看的是这个。有。那我们只要在有气体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海上的话，就是靠这样子的作用啊。但是船上都是木头，它如果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危险，怎么样灭掉它？我们就是用东西盖起来，让它没有燃烧的空间。真的还等什么呢？就不要让它有那个任何空间进去就拿湿的布，其实基本上这个火它是不会烫伤的。真的吗？那手不要一直放在上面，会变烤肉而已。是还蛮舒服的。OK。它热量不会聚焦。我们等一下在船上会让你们拿我们真的在抓鱼用的。我们要上船，因为今天台风还好，在港内，开会啊。这种天气 OK， 我们还是出港啊。反正买金牛买了。请问是火长吗？没有。4代都是经营渔船的，传到第几代了？传到桥头自然直。不要跳！小心！这些钢火。好有梗哦，好厉害哦！其实就是4代都在经营渔船，就是了。对。你以前从小就这样子吗？小时候帮忙的时候就是从国中开始，从以前的话是在拖的，在路上作业。以前老一辈的家家户户都是用泵火在抓鱼的。民国30-40年的时候，差不多整个备案大概有30-40艘泵火船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听到原民说，夏天这段时间海上都是火，都是鱼在奔。有时候呢，那个渔获多的时候，捕鱼的人脸上都是青啊，那个鱼会撞来跳去，撞脸。因为我曾经在绿岛被那个飞鱼撞过，蛮有力道的，这么大只啊！但是后来过了几天之后，我就可以这样，抓住了，然后就丢到渔场里面。不要听我在吹牛，还用脸去接，切成这样子。你真的好有梗，好有梗的火长哦。那刚刚呢，原民说你是船上最大的，是控制这个火，他的作业状态是怎么样？主要是依火长的指示去作业，就变成火长你要负责找鱼的方向、下网的时机点，就等于说一艘船所有的人就要看你的功夫，好几个家庭就是看搭在你的肩膀上。这样子，一个火长控制那个火，是这一只吗？没错，就这一只。你们拿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怎么那么长啊？对，因为我们要伸到外面去，而且呢，我要更有效让火可以去接触到水里面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都会用比较长。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危险。不好意思，我这先放一下，有点重。哇，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像我这么柔弱，大概只能吃鱼而已。那几个分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最基本一开始至少要有6个，火长1个人嘛，我们还要再一个在顾水的。就是那个地方要有一个人专门顾着那个水。再来呢，网子捞鱼的，网子至少就有3个。为什么不用灯就好？有什么差别吗？因为很多鱼它其实都有趋光性。那我们在抓的青鳞鱼呢，它对于我们本会下这种火，它是最有吸引力的。那因为我们的泵火的那个火把呢，它会闪来闪去，忽明忽暗的。青鳞鱼它特别喜欢这种快速变换的火光。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就到夜店去弄几盘的沙，而且要放音乐，对，那个鱼就会一波一波的来了。其实真的有可能会有这个效果，可以弄成音乐季。正经一点，讲到哪里去了？刚刚从头到尾都我在讲的，是我想出来的吗？是你讲出来啊？不，是改拍。不，我也可以很震惊的回答这个问题。刚刚我说到火长要掌控就是下网的时机，对不对？对。他如果像夜店这样蹦子，他有时候跳一下他就没了，他就不会再被吸引到。你们这么年轻，现在又投身于这个行业，这样子你的经济效益怎么办呢？经济效益现在其实很多我们都会转型
形成观光了。啊，那个鱼经济价值高吗？经济价值蛮低的啊。对，最早之前哈，是我们保存方式就是烫熟后晒成鱼干。现在连猫都不在吃鱼干呢，猫吃到鱼干了，太多吃了，太咸了，闹人吃这啦，那量很大。后续哈改成说我们是当饲料鱼哦，那时候量就很可观了，给龙胆石斑，南部龙胆石斑，对，那又新鲜的呢？对，没错，我就说我国中的时候在拖那个鱼的桶子，那时候就是我们从船舱卸上来之后呢，我们要装成冰冻，另外还有冰块啊、盐啊，是，然后一桶大概100多公斤这样子。哎呦，对，然后拖到那个站板上面，然后站板推高机呢，再用到那个货车上面，再去南部这样子。对，再去南部，就是变成说我们都是一样都在晚上作业。包括火场，因为呢我的工作任务已经有了，他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我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办法让有这个气体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填装我们的原料。电池的话，我们就要装在这个桶子里面。然后我们的电池呢，要轻放，重放的话呢，它会起火，因为我们是防止说有时候会有水汽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气体会着火。对，然后石头跟铁如果砰一个有火的话，就轰一下。这样子可以耐多久的火？这样其实大概只能耐个10分钟左右。真的还假的？那不是一直在补充？对，因为现在的量我们用比较少，之前作业的量哦，大概都会用这样1台这样子。好，那大概可以半个小时。OK 了，任务完成。那在下一步呢，可以看一下这个重量。哇塞，有一点重量，对不对？这是北提亚吗？对，这个北提亚。啊，这个也是北提亚吗？这个 OT 亚，因为我们所有东西只有这个 OT 亚，因为呢我们会有热胀冷缩的关系，所以它有点弹性。如果是北提亚或者那种容易撇，再来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去锁紧，要锁得非常非常的紧，是怕它的气体跑出来。我们现在这样子，对不对？先用人力去用，然后后面呢？哦，这是一个管子。对，用这个会更有力。给拔河队的来。佳佳哥哥，还要再紧吗？我已经把你顶住了。好 ，OK， 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辅助？有感觉到有后坐力吗？有力，真的很有力。再检查一下哈。好 ，OK。那袁明，你在船上只出一张嘴在讲话，我在另外一艘船，平常观光船跟你们的渔船其实是分开的，没错。所有的游客在那边体验是看着你们在这边操作。对。再来一个。好，现在加水，开始了。这是水管，这个水管，我们这边水已经装好了。现在我们感受一下里面的声音，只要已经有在流进去了，滴滴答答的那个声音。你这么大只，怎么这么容易受惊吓？我太容易受惊吓，我不敢看鬼片。真的还假的？真的。是不是有闻到一个气体的？有已经有味道出来。偷偷把一个开关打开。哦哟。对，现在开始已经戳满乙炔了。我把那边开关还没有关，所以开始有气体也跑出来。在这个的位置的人，就是要留意说要看火掌。火掌就是说你要放几秒，你就放多少个，5秒就算一个。但是他如果开关放完之后没有，他就要来这边远离这个环境，因为如果这个在作业中我们气体很饱和，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现在是不会太饱，刚刚只有放一点点的。是。对。OK， 那我们现在能看那个火的大小，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小心。然后呢，股长，这是什么？这个机遇灯就是我们在抓体育科的一种，但是它跟本会啊比较不一样的语法，不一样的语法。在10月的时候，10月会用这种语法。这个是抓什么的？抓小卷就需要用这种灯把它从底下拉起来。好，我们现在要点燃我们神圣的一把火。我先让你感受一下火把出来的气体是。我们主要是控制开关就是这一支，这个。那你看我如果上垂直，打开来了。哦哟天，没关系。它这个对人体也是有害的，会有一点。乙炔，朋友之间彼此就会问候一下，最近缺不缺啊？缺，已经缺了。在这一支呢，就是我们要去点火把的一个器具，我们引火，引火的，对，引火管，它也是有一个开关，也是一样从乙炔出来的。不用怕。等一下呢，我们尽量都让火把朝上，它有5爪，它需要经过收缩，然后才会蹦的那一声。现在呢，我的气体用的比较少一点点，就蹦的不会那么大声。对。3、2、1，哎呦，这么大声哦！那整个晚上作业时间会有多长？如果我真的在作业的话呢，大概是傍晚5、6点开始准备，傍晚5、6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7点才休息。佳佳哥哥，换我了是？这时候坐着吗？坐着要坐着。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要补充我们的气体了。记得转头看一下我们的原皿。几个？五个。你看，
它跨过多少蹦火，上面那个木头都已经有一点缺了。没错。啊，所以那个火长一直要在船头这边找鱼。对。晚上的时候，它是怎样？它是找到鱼的时候，那它是这样子啊？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一开始潮下点好之后呢，吸引鱼群差不多时间点的时候，我们会让它朝上。下一步就是要挥进去我们的网子里面。哦，网子在那边哦。对，如果我们看一下网子。如果朝下的话，会有一点废网子跟废船员，会烧到，对，会烧到。对，直接都废了。对，其实会修寡了啊，专门帮。各位同学，大家哇塞，还蛮酷的，没错，真的是烈焰呢，一点点，然后再起来，如果我们到了一个要下网的时间，我们放一个黑尾啊，要很黑尾啊，对，然后这时候我们黑尾就是放下去，这时候我们就会往左侧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港内没办法去做，所以我感受到这个，它的火焰真的蛮艳的哎，还有吗？哇塞！小心，海哥快熟了哎！厉害！可以啊！我也要点一个，没错。哇塞！1、2、3，不好意思，年纪比较小，腿比较短。好，等等哦，气出来了，来，可以点吧，来。哎呦，好像烟火哦！这是我人生的胜利之火，真的。哦，今年应该可以开始旺了，是好像在传递那个奥运圣火。少年出发吧，旺起来，旺了，还蛮好玩的。现在眼睛都出火光了。那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渔网，只要听到呢火长一喊 “Harry”， 就是渔网要下网。所以这个一网大概也可以抓几斤这样子？大概可以抓快2吨，撑起来吧。小，这样可以捞2吨哦。我们让网子这样要旋转，小心。OK。这样3角网。对，我们作业的时候就是这种。但是下怎么下？我们的蹦火船基本上都是靠人力。这怎么捞起来？会有一个人在这个后面去踩它，那用杠杆原理的方式把它翘起来，下去之后捞差不多。鱼进来了，那我们会捞拖过来，然后跟住，然后用一点杠杆原理的方式，下面有个人会踩，撑起来，会把它这样踩起来。就这2根竹子最后面，然后大家一起踩，然后2边人拉起来。对，踩2吨。对，因为但是那个在海里面，所以那个2吨的会有一点会比较轻一点，会比较轻一点。对，这个真的应该蛮难找到人的哦。这个要身强体健的。没错，来，我们要准备一个那个绳子。这个呢，如果没有固定的话，我们常常会少了网子。网子就跟着大海一起去流浪，把它固定起来。再来就是我们需要力气的部分了。要力气了。佳佳，来我们这边，然后来，我们现在要稍微往后仰，要把这个撑开来。1、2、3，哎呦，来，1、2、3，再往后仰，对，要往下，往下。然后 OK 放了。你看，我一摸它就好了。没错，灰熊厉害。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海上作业的一个形态。炮火长，现在的网子都撑好了。对，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出海。没有吧？因为我刚刚有看人家 round down， 那到这边就应该去吃东西了。好了，可以，辛苦了。很捞哎哦，小卷米粉。我们其实，在海上就是有什么煮什么，万一捕到鲨鱼，就要把它处理来吃。比较费工，只是我们的方式比较不会捕到鲨鱼了。还有什么其他的鱼类可以捕？夏季就是这种青鳞鱼啊、体鱼啊。秋季呢就开始有3点蟹，秋季转冬季的时候呢，开始又有白带鱼。再来呢，冬季的时候就是乌鱼。这边也有晒乌鱼子吗？这边没有晒乌鱼子，但是有抓乌鱼。然后到中南部呢晒乌鱼子。因为我们这边的太阳不够多。对。小卷是什么季节？小卷呢，其实也是在夏季的。这现抓之后现冻，现在的好 Q 哦。所以它其实鲜度都还是保存着。然后那个鲜味，然后呢还会搭配这个我们 XO 酱，这也是我们自己抓的，然后去让人家制作成 XO 酱，直接讲。那没关系，我用屁股。好，用屁股。哇塞，这个特别香哦。这个超提味的。就会发现我们的小卷米粉并不会说特别的很咸什么之类的，我们会拿一些。好吃。对。加了之后，
特别鲜甜，还有个提味的效果。今年该不会很刚好？你刚好要送给我们一点？有吗？有，这么刚好，就是这么的刚好。天下事无巧不成书，该不会又有其他的产品要给我们看一下？有。我们这个鱼米饼，我们青鳞鱼就把它做成饼干，它也是青鳞鱼的第一个零食制品。也可以配米粉吃 ，OK 的。哇，放在汤里面也可以。我们抓的用泵的，对不对？对，它在制作成这个饼干的时候呢，是用炸的。哦。棒球选手要吃这个才会炸裂，而且它炸过之后，那个鱼的那个香气都直接都还在里面，酥脆好吃，酥酥脆脆的。这个其实加在那个米刷筋上面一定很棒。有试过哎，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在做的时候，是因为它要做饼干嘛，所以它会比较蓬松一点，很快就软掉了。刚才油条不进去的，再加在里面也蛮好的，水饺，但是不能放太久。做那个广东粥的也可以来的，买这个回去试一下。也可以合作一下。是，真的。今天非常谢谢呢，这个世凯跟原民的几个年轻人，让这个本会源远流长。手刀借给我，手刀，笑脸嘞，出发吧！小顺，鸡迷路了啊！吹波罗哟，鸡为什么会迷路？我还真不知道。哎，我看那个扛棒写越南料理，哎，我们来问问看，里面有个花店长，这是越南姑娘吧？哎，她整个下龙湾都在墙上。哎，不好意思，我们要找一位花店长。哎，我就是。你就是？不是，我们要找长这个样子，长这样子的花店长。还是要不然那两个那个样子的？对，有吗？有。是你吗？就是你。哇塞，这个照片骗很大，沉稳许多。那因为呢，我们沿路一直找鸡迷路，它是越南菜吗？它在越南是一个半桌的菜，就是象征的说把最心爱的友谊，然后把它包在里面。那这样事不宜迟，我们就到厨房去了。好，小奶奶，出发吧！你知不知道花木兰有一个卡通片？有。那里面有很多角色，在整部戏里面，花木兰不能爱上谁？不知道哦。其中有一个特别卡通的，有一只龙。叫什么？他就是不能爱上他，木须龙，因为爱上他就爱慕虚荣。好了，那今天的鸡为什么会迷路？他这样当然会迷路啊，因为他没有头，看不到路。你在抓鱼兜尾。鸡要先腌过。是，这边有鱼露、蒜头，还有这个辛香料，这里面有就很多辛香料研磨在一起，对不对？对，闻一下，有5样哦。肉桂、咖喱、都被你闻。花椒、轮胎皮，没有这件事。辣椒粉，花椒应该有一点。哦，这是老板娘的秘密。啊，他也不会告诉你。搞了半天，花店长是不知道的。好，那还有姜末跟那个香油，这个已经都烤完了嘛？对，这是熟。还糯米，这是原来长的。长的，我们会加这个鱼露，然后再这个椰奶，这个是香兰叶，米饭会更香。糯米要下去蒸煮之前，要跟这个佐料一起配在一起结合。接下来是怎么包覆的？现在我们先打开这个哦。这一面是哪个国家的国旗？为什么什么 logo 都没有看到？糯米先放进去吗？糯米先放上来压平，我们直接压一个圆形，大概要50公分。这也开几年啦？我们已经开10年喽。哦，真的。然后我们再用这个饭匙把它压的，让它这个饭的粘性出来，这样子等一下包那个鸡才不会破掉。现在就可以开始包喽。来，让这个迷路的鸡在这个要把它弄挺吗？左右哦，一起。就跟饭团一样啊，就慢慢把它压进来。哎呦，粉丸呢？第6个很生死恋哦。哎，怎么鸡腿跑出来？要补吗？鸡我们可以稍微捏一下。哎，蛮有意思的。巨无霸的饭团哎。好，打开看一下。可以哦。看哪里需要补充的。不错。这边缺了一块。挖点出来。哎，我觉得蛮好玩的。不能有任何闪失。对啊。好，我们再把它抓一下。再抓一下。饭更紧实。你太用力，鸡腿又凸出来了。把它按摩，要让它完整。推扯的过程当中，
好像那个 Q 度会更好。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哇！来，这是我们的成品，我们把它拿出来一下。好大的蚕宝宝。它这个锅巴，哇，它炸的有那个鸡油香。他们的火锅是这样吃的，酸辣火锅鱼。酸辣火锅，是什么鱼？这个站起来看一下。哇，它的基底是什么？猪鸡骨头下去熬的，然后里面也有加酸梅。酸梅好特别哦，很有甜度，酸，那有点麻。这冬天吃这个非常的好，然后因为这边有大量的蔬菜，就会带那个番茄、豆芽，尤其是这个香料，这个是酸辣火锅一定要加的香菜。这里面有2种，吃的时候就会有闻到果香。还有这个是什么菜心吗？这个是藕怀，芋头梗，这个也很好吃，会脆脆的。这个汤头应该，这完全就是一个蔬菜大餐。这汤应该很鲜甜，先让它慢慢煮，火不用太大。丑媳妇才能熬成婆。这个是什么？哇，我看这个胡椒鱼，这个有100年的历史哦。你说这条鱼吗？不是啦，因为他们越南从小就会吃着妈妈煮的这个味道，所以呢，老板娘就想要让嫁来台湾的越南朋友们也可以来尝尝怀念家乡味。哇，它这个胡椒鱼酱很入味，这个要慢慢炖才会有味道。鱼也是非常新鲜，应该是鲈鱼哈。是。我们都是用当天这边泉水养殖的，都是活鱼哦。今年冬天的第一包福袋已经来了，开箱一下鸡米露。锅开喽！它这个胡椒鱼的酱是什么啊？又是老板娘的秘密了。反正就是，其实他们北中南的吃的味道也不尽相同的。对，有的比较咸，有的比较甜。你看他拆这个鸡有没有如入无人之境啊？哇，这样子。超利落。花妹妹。先剪一块来吃吃，它这个锅巴，哇，它炸的有那个鸡油香，好脆哦，满满的。它那个鸡油香已经包覆在那个糯米里面了，糯米整个都哇，而且因为炸，它所以里面那个鸡的味道锁在这个糯米里面，好香哦。先给秀哥要吃的那个上鸡腿肉啊，对，就这一块，就这块。整只鸡最厉害就是这块肉。听小顺一席话，胜吃10年鸡啊！你看。我在拉它的时候，它那个鸡汁还满满的喷出来。哦，它虽然是放在那个糯米里面炸，但是呢，它整个出来那个油亮亮的，所有的原来那种保鲜的那种状态都还在。一口鸡肉，一口糯米，它的感觉相得益彰。来，我教你们怎么吃哦。还有不同的吃法，要包生菜。对，然后可以搭一点我们的泡菜。小黄瓜这样子吃的话，就会更爽口。好，这是不一样的吃法，像吃粤式春卷的概念。包蔬菜，哇，好清爽哦！蔬菜那种清脆、那种自然的植物香，搭配这个鸡肉，搭配里面软嫩的那些鸡肉，刹那间成为好朋友。你要再一点这个酱哦，甜辣酱，它那个是这个就真的是特调的了，这个味道很好吃，有辣，不错哦，清爽型。再配这个特调的辣酱，它有酸梅汁的感觉，真的是蛮开胃的。是啊，越南菜就是这样子，清爽不油腻。这个是我们的新菜色品酒牛肉，我先帮你们开火，现场料理，现煮。我们先热一下奶油，这样会更香。慢慢在融化了，哎呦，临场感十足，哇！这半生的。生的，完全是生的，然后要搭这个直接领的，这样子肉会很嫩哦。因为越南天气比较热，所以他们喜欢喝啤酒，边喝边聊的时候，然后这个慢慢煮，这样子就可以吃很久啊。啊，这个是用什么腌的？有种特殊的味道。这里面有蒜头，有爆香果，加我们自己制作的沙爹。这个
是柠檬酸香。而且你们很贴心，都已经把壳给剥好了，它很扎实，够鲜，它吃起来不会粉粉的那个肉。那这个菜包呢，里面是包这个不是菜包能哎，这很有名哦，这越南式叫做黄煎饼，黄黄的是有加了姜黄。怎么吃啊？汤匙我们先剥小块一点。好。那一样，我们先拿这个蔬菜，它里面有肉跟菜。想要吃酸酸甜酸酸甜的哦，这他们的泡菜，淋点。你会发现他们调的那个醋酱跟九层塔非常搭，那个。那个蛋皮的奶香味好重，蛋香味，而且有加奶油吗？椰奶是，难怪这么香。也许呢，你吃了很多在地的料理，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属于越南的大菜。服务这边新住民对，来这边吃，然后想念家乡的味道。会不会很多新住民除夕夜要来这边？一定的，一定的，真的，刚刚好。哇，太棒了！美丽的情感呢，会在那美丽的地方呢流传着。开始剁菜哦，快跑啊！来，少年人，出发吧！喜欢带着简单行囊、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充电去！